为了给腹中的胎儿提前找好归宿，他假借相亲的机会，将村里的老实人强行推倒。5个月后，为对方生下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然后就名正言顺地要求男人负责。在责任心的驱使下，男人也心甘情愿地和女孩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却没有像他期待的那般幸福。妻子不但没有承担起家庭主妇的责任，反而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早出晚归，甚至经常彻夜不回，这让他感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困惑与失落。他开始怀疑，这个女人或许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安分守己。终于在某天晚上，弗兰克鼓起勇气，悄悄尾随在妻子身后，果然发现了他在外面所做的那些龌龊事。可即便真相已经败露在眼前，女人非但没有一丝愧疚之情，反而一脸的冷漠与轻蔑。弗兰克的尊严遭到了践踏，愤怒之下，他失去了理智，一把将妻子推翻。或许是他罪有应得，女人因撞到后脑勺当场去世。还没等弗兰克缓过神，突然看到一滴水落在女人的额头上，他猛然惊醒，这才想起遗忘在浴缸里的孩子，他心急如焚，慌忙冲到楼上进行施救。可一切都以为时已晚，孩子不幸溺死在了浴缸里，他也因杀妻弑子的罪名成立，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5年后，他在一次阑尾炎手术中成功逃脱。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弗兰克在便利店挟持了一名小男孩，将他作为自己逃脱的关键筹码，带到孩子母亲面前，以孩子的人身安全作为要挟，逼迫他马上开车将自己带回家。出于对儿子的安危考虑，女人顺从了弗兰克的要求。或许她已经猜到了弗兰克就是电视中播报的杀人犯，所以一路上她面色凝重，一言不发，即使是与迎面而来的警车擦肩而过，她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儿子彼得是她在这痛苦世界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她不知道弗兰克究竟有何企图，但只要能保护儿子的周全，她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或许是感受到女人对亲情的珍视，所以在回到家后，弗兰克并没有继续为难母子二人，只是用温和的语气向他们解释自己绝非暴徒，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只想在此歇歇脚，天黑之后就会离开。但为了不让母子二人遭受牵连，弗兰克需要用绳子假装将安娜绑起来。虽然母子俩心中的担忧并未就此消散，但也只能乖乖的照做。然而在捆绑的过程中，弗兰克的动作显得异常的温柔，生怕会给安娜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许是为了填饱肚子，又或许是为了答谢母子二人的配合，弗兰克来到厨房为他们准备午餐。因为安娜的双手被束缚，他竟细心地吹凉每一口食物，又温柔的一勺勺喂到对方的嘴边。看着眼前这个温柔贴心的好男人，安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竟然是个亡命天涯的歹徒。一旁的彼得看到这一幕后，也同样感到疑惑，或许这个男人真的不像电视上说的那般穷凶极恶。直至夜幕降临，弗兰克为安娜解开了绳索的束缚，他本想趁着夜色离开，可就在这时，屋外却响起了警笛声，看样子警察是加大了巡查力度。无奈之下，弗兰克不得不继续留在这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第二日清晨，在安娜母子俩还沉浸在梦乡时，弗兰克就已经为他们做好早餐。美味的食物不仅唤醒了沉睡中的味蕾，也让彼得心中的防线悄然瓦解。面对弗兰克，他不再像之前那般心存畏惧，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由衷的敬佩与仰慕。How'd you escape? We told the guard at the hospital if he left, I was going to jump out the window. He heard that. He went to have a smoke. Nothing misleads people like the truth. 弗兰克的语气中透着一丝柔和，像是一位父亲在授予儿子一种在危急关头脱身的智慧。随着对话的逐渐深入，他也坦白了内心深处的想法。How does a fellow let a woman like your mother get away? He got together with his secretary. Good riddance. 恰在此时，安娜主动拿着绳子走上前来，示意弗兰克将其绑住。可弗兰克却告诉她已经不需要了，随即用柔和的语气解释，如果日后他被警方逮捕，这个绳索足以让母子二人摆脱嫌疑。他温和的样子让安娜卸下了几分戒备。在彼得的提议下，他也拿起弗兰克为他们准备的早餐，小心翼翼地放在嘴里浅尝一口，然后细细品味。那一刻，他的眼眸中不由得流露出一丝柔情。安娜不敢相信，这位外表看似粗犷不羁的男人竟能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为了报答母子二人的收留，弗兰克主动承担起了力所能及的家务琐事，替他们清理了屋顶堆积的落叶，修复了破碎不堪的台阶，还带着彼得一起修理了安娜的爱车。在此过程中，弗兰克宛如一位慈父，细心教导彼得要成为母亲的保护伞，别等到失去时才为自己的遗憾错失而追悔莫及。这或许正是他内心深处难以释怀的人生感悟。他坦白自己此次越狱是为了赶回家亲手安葬因意外离世的双亲。弗兰克的每一句教诲就如同甘泉般涌入进彼得的心田。不知为何，在这个逃犯身上，他总能感受到一份自己一直缺失的情感。从晨光初照到夕阳西下，他们一起忙碌，趁着闲暇，弗兰克还细心教导彼得棒球的发力技巧，那略带严肃的口吻，仿佛是在教导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份难得的温情，让自幼缺失父爱的彼得倍感珍惜。而躲在一旁的安娜，望着这无比温馨的一幕，心中不禁泛起些许波澜。或许这个男人本性真的不坏。在短暂的相处之后，母子二人似乎已将弗兰克逃犯的身份抛诸脑后。安娜甚至拿出针线，细心地替他缝补着裤腿上的破损，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
无言的关怀，而弗兰克也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关心起了安娜腿上的伤疤。可就在这份温情悄然弥漫之际，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弗兰克本能地将安娜劫持到身下，然后用紧张且严肃的语气让彼得尽快把人支走。Trust you're not gonna get nervous and say something. 当彼得打开门后，才知道来访的人是新搬来的隔壁邻居。他来此的目的是为母子二人送桃子，顺道提醒他们附近有杀人犯出没，届时务必要多加小心。然而，面对这个出卖弗兰克的绝佳机会，彼得不仅选择了沉默，还巧妙地找了个借口将邻居打发走。弗兰克紧绷的神经这才得以放松，但他也深刻感受到来自彼得的信任，于是再次以父亲的口吻夸赞他做得很棒。彼得闻言后，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被认可的微笑。而在一旁静静观察的母亲也捕捉到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幕，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愫也在这一刻悄然滋长。为了回馈安娜母子的信赖，弗兰克提议用邻居送来的桃子教他们做水果派，这是他曾经引以为傲的家传绝学。此刻他愿意毫无保留传授给有缘人。在那个洒满阳光的厨房，三人的身影在光影交错间显得格外和谐，彼此间的互动洋溢着温馨与喜悦，仿佛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弗兰克小心翼翼地贴在安娜身后，耐心教她和面的技巧。在这亲密无间的教授过程中，每一次眼神的短暂交汇，以及那些不经意却又恰到好处的肢体触碰，都让安娜的心不自觉地紧绷。这份微妙的情感波动，如同一股温暖的细流，悄然涌入她的心田，激发了她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渴望，让她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整个身体也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而在一旁默默观察的彼得也察觉到了母亲心中的波澜。他虽然不理解那些动作背后的深意，但他确信母亲一定和自己一样，已经从心底里接受了弗兰克的存在。弗兰克的到来不仅为彼得带来了久违的父爱感，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安娜重新点燃了对爱的信念与希望。随着烤箱中的水果派逐渐凝聚成型，沁人心脾的香味也渐渐弥漫到了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温馨而甜蜜的氛围下，弗兰克鼓起勇气，试探性地将手抚向安娜的腰间，结果也正如他预想中的那样，安娜没有回避，反而不受控制地缓缓向他靠近。随后两人便不由得沉浸在那份平静与甜蜜中无法自拔。但弗兰克深知他留在这里只会给母子二人带来未知的麻烦。直至夜幕降临时分，弗兰克望着窗外巡逻的警车渐渐走远，他明白那是一个逃跑的绝佳机会。 I should go. 听闻此言，彼得像是在睡梦中被突然惊醒，母亲脸上也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失落。 Maybe tomorrow. I'm not gonna stop loving you, Bill. They have dogs that can smell your blood. You should probably let your stitches heal. You should stay. 面对如此诚挚的挽留，弗兰克内心夹杂着犹豫与挣扎，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但他心中仍有牵挂与顾虑，对于这个选择的正确性，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这些内心的矛盾与疑虑，无形中成了他前行的枷锁。尽管如此，弗兰克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以及作为男人天生的责任与担当，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个家，也逐渐接受了彼得将他视为父亲的事实。他们的生活似乎正步入一个全新的轨迹，除了不能与安娜一起携手漫步于夕阳下，弗兰克已经承担了所有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些过往的不公与痛苦，在彼此的陪伴与理解下，渐渐淡出了他们的记忆，转而成为他们相知相爱的契机。可弗兰克逃犯的身份，却给这份幸福添了几分不确定的因素。他们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就在这天下午，邻居夫人急匆匆地闯入家中，恳求安娜帮忙照顾她的傻儿子。未等安娜婉言拒绝，他就把孩子扔在了门口，自己一个人匆忙离开。无奈之下，安娜不得已承担起了这份责任。之后，弗兰克把孩子带到后院，再次化身成了慈爱的父亲，陪着两个孩子玩起了棒球游戏。在夏日骄阳的照耀下，他们爽朗的笑声显得格外温馨。安娜也在这欢声笑语中重新找回了那久违的笑容。本以为邻居傻儿子的到来只是一个幸福的小插曲，可当晚上妈妈来接儿子时，电视上却恰巧在播放关于弗兰克的新闻。小孩看着电视中的照片，突然意识到那就是陪他一起玩耍的男人，随即他就发出刺耳的怪声，想借此提醒母亲杀人犯就在身边。但母亲并未理解儿子的意思，只是下意识地认为他想继续看电视而已。 We're gonna watch television when we get home. Wait! Stop it. 母亲这记响亮的耳光，让本来紧张的氛围重新恢复了一丝平静。但这次意外事件，在所有人的心头都留下了一抹挥之不去的阴霾。弗兰克知道这里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但他不忍心就这么丢下彼得母子。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他与安娜一拍即合，有了一起逃离这里的大胆想法。但在临行之前，安娜需要确认弗兰克是否能真正接受这个不完整的自己。于是他将自己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向弗兰克全盘托出。他在生完彼得后，曾经还怀过另外一个孩子，只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导致孩子先天夭折。更糟糕的是，自那以后，他再也无法生儿育女。彼得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最终离他而去，与自己的秘书重新组建了家庭。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安娜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甚至一度陷入抑郁症的泥潭。幸好有彼得的陪伴，他才有动力坚持下去。所以这次离开，是他下定决心和过去告别。但他心中尚存一丝忐忑，担心弗兰克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
You already have. 弗兰克的话宛如一颗精心投掷的石子，轻轻落入安娜封闭已久的心湖，激起了层层涟漪，不仅唤醒了她内心深处的波澜，更如同晨曦出现时穿透云层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她黑暗的世界，给予了她追求幸福的希望。在历经深思熟虑后，安娜和弗兰克开始制定详细的逃跑计划，而这一切都被在门外的彼得听见。于是第二天，他就去图书馆借阅书籍，试图帮母亲规划更为周全的逃跑路线。然而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间降临，他在那里偶遇了一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小女孩。或许是被母亲与弗兰克情感的波澜所触动，情窦初开的他心中莫名涌动起一股冲动，让他不由自主地走到女孩身边，鼓起勇气向她搭讪。在交谈中得知女孩的父母同样离异，更不幸的是母亲的新男友竟将她赶出家门，迫使她流落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听着女孩的遭遇，彼得心中涌起深深的同情，不由得分享了母亲与弗兰克萌生的情愫。那一刻，两颗心在相似的命运轨迹上找到了共鸣。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get him out of your life. I don't know if that's possible. Either you get rid of him, or he's probably gonna get rid of you. 女孩的话让彼得陷入了沉思。晚上回到家时，他发现安娜正在和弗兰克热舞，母亲好像没有了往日的郁郁寡欢，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开心之余，他向彼得坦白了一切。 We've decided to go together. Will I ever see you agai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Do you even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to me? What? You didn't think... We're all going. Really? I would never leave you. 彼得曾一度以为自己会像那个小女孩一样，难逃被母亲无情抛弃的宿命。但幸运的是，母亲并非世人眼中那般冷酷无情，不会为了个人的安逸与自由，轻易割舍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他们最终决定带着彼得一同踏上这段全新的旅程。第二天一早，三人便开始整理行装。但在离开之前，彼得想要与那小女孩再见一面。 一是分享他未被抛弃的喜悦，二是与心爱之人做最后的告别。可在交谈中，他却不慎说漏了嘴，被对方猜到母亲与弗兰克的故事。当彼得意识到错误时，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惶恐。好在小女孩心存善良，向他保证绝不会将此事说出去，并且还以自己的初吻作为约定。可就在彼得回家的路上，被一个一直贪念母亲的警察盯上了。他不顾彼得的拒绝，以自己的职权作为威胁，执意要送彼得回家。无奈之下，彼得只好顺从他的意愿，坐上了警车。当他们到家时，站在不远处的安娜看到儿子从警车走下来，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好在最终只是虚惊一场，警察只是担心彼得一个人走路会有危险，才执意送他回家，顺道提醒母子二人注意安全，因为附近有杀人犯出没。此时在楼上的弗兰克也目睹了这一切，他意识到此地已经不宜久留，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他提议安娜尽快去银行提取现金。可当他们母子赶到银行后，才知道银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次性的大额取款必须要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在工作人员的各种盘问下，安娜紧张到语无伦次，颤抖不止。这时，客户经理也从中看出了一丝端倪。在这关键时刻，彼得想起了弗兰克的教导，顺其自然地将真相脱口而出。 Actually, we've packed up all the things. We're emptying our bank account and then gonna make a run for the border. You know, like Bonnie and Clyde. 果然如弗兰克所说的那样，真话通常是误导人的最好方法。彼得的一番话不仅把工作人员逗笑，也消除了他们的所有猜疑。与此同时，正在家中维修灯泡的弗兰克也被不请自来的邻居撞见，危急之下，他谎称自己是安娜请来的维修工，这才打消邻居的疑虑。他放下东西后就匆匆离开了。但弗兰克不确定女人是否已经认出自己。邻居刚走不久后，彼得和母亲也急匆匆地回到了家。可危险似乎也悄然逼近。就在他们万事俱备准备出发时，屋外却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笛声。那一瞬间的恐惧浮现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安娜叫弗兰克自己先行离开，可弗兰克明白，他如果就这样一走了之，对母子二人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他没有理由成为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让自己的家人替他承担那些残忍的结果。于是他一把将安娜搂入怀里，安慰她不用担心，随后抓紧时间将安娜再次捆绑起来，以深情而柔和的声音做最后的告别。I'd take 20 more years just to have another 3 days with you. 此刻，安娜已泣不成声。她看着弗兰克的身影在阳光中消失，没人知道究竟是谁激发了弗兰克，只知道他因越狱和绑架的罪名成立，又被多判了10年的刑期。直到押送犯人的警车渐渐走远，安娜眼中的神韵也随之黯淡下来，因为这将意味着弗兰克要在监狱里度过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在服刑期间，安娜想尽一切办法，寻求过无数个律师的帮助，希望能洗清强加在弗兰克身上的罪名，却无一例外受到他们的警告。Harboring a fugitive is a major crime we don't look lightly upon.
Of course, there's delinquency to a minor. You could lose custody of your son. 律师的言辞犀利如刃，将安娜推入了两难的深渊。在无尽的挣扎与煎熬之中，她最终选择了止步于此。但这绝非是对这份情感的舍弃。安娜依然坚持定期探望弗兰克，并且频繁地通过书信传递着她的思念与关怀。可弗兰克不想成为安娜追求幸福的绊脚石，他希望安娜忘掉自己，去追寻自己该有的人生。所以他每次都将安娜拒之门外。最终，那3天假期的陪伴虽然美好而深刻，却也终究只是一刹那虚幻的泡影而已。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彼得在弗兰克给予的父爱中茁壮成长。他凭借弗兰克传授的棒球技巧，在校棒球队中担任主力球员，也凭借弗兰克教他的换轮胎本领，遇到了一生的挚爱。20年后，他从稚气未脱的毛头小子，成长为一个踏实可靠的有为青年。凭借从弗兰克那里学会的水果派，开了一家爆火的蛋糕店。在弗兰克即将出狱之际，彼得收到一份来自监狱的信件。Dear Henry, I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e. We once spent Labor Day weekend together. 5 of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 I had always wondered who you would become and what you would look like. And then, one day I came across a familiar-looking pie. And there you were. I'm proud of you. 弗兰克在信中许下誓言，这次他绝不会再让安娜的心再添一丝伤痕。如果苍天有眼，安娜至今依然还是自由之身，那么他恳请彼得准许他们再次相见。彼得深知母亲为了等待弗兰克，在那栋房子里足足守候了20年，在那期间他始终未曾离开过半步，因为他害怕弗兰克回来时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直以来，他们2人仿佛各自囚禁于思念的牢笼之中，仅凭心中那份不灭的期待支撑着自己走过漫长的岁月，一边是未曾消逝的爱情一梦，一边则是坚定不移的信仰廊桥。终于在历经半生的风雨洗礼后，他们的命运又一次交织在一起，两颗心在时光的尽头重逢，一个模糊的面容逐渐变得清晰，直至化为彼此眼中唯一的风景。这个简单的拥抱，他们却等待了无数个日夜。相遇之前，两人都深陷于各自的情感枷锁之中，或许也正是这份束缚，成为了他们命运相连的纽带。在生命的旅途中，他们寻觅到了彼此，发现了生命中的温暖与希望。两个心灵上都留有伤痕的人，以彼此的温暖与慰藉为力量，相互治愈，携手前行。真正的美好不会流逝，更不会被辜负，它会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带给你无尽的温暖与美好。